林峰，你的床、你的老婆，从我住进你们新家的第一天起，就都是我的了。今天以后，你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我的了。我不是在医院吗？这是林峰，林峰，季清帆他刚毕业，到处都需要花钱，让他住进来，省点算点。姐夫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刚毕业，月月只是想让我省点钱，不像姐夫是开公司赚大钱的。滚！林峰，你疯了！疯的是你们，魏月，带着你的好弟弟滚出去！季清帆脸颊火辣，几小时前他还在窃喜能住进这400万的大平层。别担心，林峰他爱我入骨，你就安心的住进来，他的事交给我。只是你没自己租房子跟我住一起，让你女朋友知道了，她不会吃醋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让她知道我跟你一起住？我以后衣食无忧，一步登天的生活还得靠她呢。可现在行李箱躺在楼道，他挨了耳光。他居然打我，还说要离婚。你们怎么了？就因为我住进来吗？林峰竟然舍得让魏月走，他肯定是搞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别哭，他不理解我们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他说的都是气话。等他冷静，肯定会求着你回来的。哼，他就是幼稚。这次就算他跪下求我，我都不会原谅他的。婚纱照让他自己去拍吧。我回来了，我重生了。正在他感受这健康壮硕的身体时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今天本是他和魏月领证的日子，他早早回来庆祝，可等来的却是他领了季清帆回家。上辈子魏月说喜欢这里，我掏空一切拼命满足她，然后房价腰斩。我一天打3份工，咬牙还贷，直到查出肺癌。可他却拿着我的救命钱给季清帆创业。林峰，你太小气了，我只把他看作弟弟。林峰，你不就是生病了吗？一个大男人自己去医院看看不就得了？我还得参加季清帆的毕业典礼呢。我都和你领证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林峰，我跟季清帆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吗？物业吗？取消除我以外的所有门禁。婚庆公司吗？我要取消婚礼，婚纱照也退掉。就现在，终于把他的所有东西都装完了。疯子，你老婆和季清帆去海边玩，还发朋友圈，9宫格都快贴一起了。魏月，你给我等着！没事，不用管他。张琴，晚上聚聚，有事跟你说。他需要钱，需要尽快脱手这套房。再过2月，中江地产资金链断裂，这楼王将腰斩。这次一天都不多等，而且要卖个好价钱，卖给最合适的人。喂，是房屋中介的小陈吗？我那套中江1号要尽快卖掉，还得是全款。啊，不是哥，您那房子刚买没多久，中江大平层，多少人想买都买不到。反正尽快帮我卖掉，我要尽快出手。还有你，顺便帮我。林哥放心，包我身上。听说你要卖掉中江的房子？他什么意思？抱歉，我没有故意偷听，我只是好奇。中江地产的房子现在升值很快的，你居然要卖掉？市场的事谁说得准？你是想买吗？放心，里面没死过人，也没闹过鬼。加个微信吧，万一有需要呢？我是说买房。姐姐，你看这天多懒啊！我和朋友玩得很开心，不去酒吧，乖得很。你和我出来玩，不怕你女朋友吃醋？我倒是希望她吃醋，可惜卖乖2个月，连手都没牵上。哦，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。她事业型，跟你不一样。别说我了，林峰找你了吗？这个林峰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不道歉还不闻不问，这只是刚领证就这样，以后还了得？不管他，这次谁先低头谁是狗。哦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们只是好朋友，你们别乱说。就是好朋友才刺激吗？是啊，如果能一直跟季清帆这样玩，林峰只管给我花钱就好了。月月，林峰要卖房子，你和他说说，把房子卖给你弟弟啊。什么？林峰要卖房？你不知道？林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拿房子开玩笑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房子不准卖。这是季清帆租的屋子，这是林峰要卖的屋子，两人的图居然一样。你好，你的房子出租了吗？没有，我的房子没有出租，也不准备出租。季清帆搁这跟我耍心眼呢，从中介那里偷了图片发给我，当成自己租的房，还说租金有点贵。按照往常，如果没有看到林峰发的，他会直接给季清帆转一笔钱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，拉黑。疯子，你真要卖房？遇到困难了跟我说。没困难，就是要离婚。离婚？你不是爱魏月爱的要死吗？人这辈子很短，要为自己活，离开他是成全我自己。林峰啊，好好的房子怎么突然要卖了？你真要卖，能不能卖给魏斌？卖给魏月的弟弟。上辈子魏月让我在公司给魏斌找了个工作，此后没少给他擦屁股呢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家不像你们家有钱，这首付的钱先欠着，房贷也辛苦，你帮忙还几个月，我们凑到钱了就还给你，都是一家人，就是要互相帮助啊。妈，我要卖房是因为公司要融资，需要钱屏障，你们能不能先给我拿50万？都是一家人，要互相帮助。啊，喂，看，这就是家人。
苏丽娟全程只关心自己的儿子，连亲女儿在哪里、怎么样问都没问。想来魏月的自私虚荣，大概就是遗传于她。公司要融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当然没有，我是想这几年国际局势不稳定，我们做外贸本就是中间商，这个生意不能长久，我准备做点别的。疯子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脑子一般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啥也不是。虽然我觉得现在挺赚钱的，但你说不干了，那咱就不干了。你做什么我就跟你做什么。放心，下个业务绝对比你想的还要赚。不过现在你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魏月要是问你，你就说我卖房筹钱，是因为公司要融资，凭账买股份，一旦成功到手700-800万。你这样的话，魏月更不会和你离了，他会自愿离的。鱼儿下了，就等他要钩。这个是要保密，不要告诉公司里的人。你放心，我嘴严实的很，就算进局子都不会说的。张琴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顿酒，最后一根烟，从明天起戒烟戒酒。我操，疯子，你要干嘛？刚不是说好要共同富裕吗？你可别想不开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戒烟戒酒。上一世的他们，张琴酒后找代驾出车祸，留下老父亲孤独晚年，而他直接肺癌晚期。重来一世，这么好的兄弟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好好活着。行吧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戒就戒。人脸识别失败。这里只有住户能进，二位是不是走错了？没有走错，我是 A 区一栋13号的户主。不好意思，户主是一位男士。我是他老婆，给我开门。我查询了一下，户主特意交代，他的门禁之下，除了他之外，不允许其他人进。一定是老婆出去乱搞，给男主人戴了绿帽子，被扫地出门了。这种事每年都有。那要不您给户主打电话吧，他同意我就开门。他把我拉黑了。月月，林峰这次确实过分了，我们先找个地儿休息，家里进不去，不是还有公司吗？对，你说的对。张琴，林峰真要卖房？嫂子，林总是因为公司要融资才卖房的，就差100多万。那要是融资成功，能有多少钱啊？700-800万吧，毕竟林总的公司业绩还不错。此时的魏月哪儿还有什么担心？他已经在盘算着融资后自己能分多少，以及如何让林峰在公司给自己安排一个职务。按照魏月的行事风格，应该很快就带着丈母娘一家上门了。还好提前定做了大理石木纹桌，现在监控也到位了，家里所有东西的价签也贴好了。这下只欠东风了。林峰，你给我出来！不出所料，晚饭后物业就给他打电话，有人找。你现在条件好了，也不想着帮你弟弟一把。林峰要卖房，就让他卖给咱们，他不答应，你不会撒娇啊？实在不行，那什么的时候主动点。妈，大庭广众的，你说什么呢？魏斌，你就知道魏斌，让你来是给林峰台阶，好让我们和好的。大不了和好之后，这段时间不去找季清帆了。验证失败。林峰，等着，竟敢把指纹也删了，这次绝不会这么轻易原谅你。林峰出来，你不开门我就砸开，让开，没用的东西。你不是喜欢季清帆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和人家季清帆有什么关系？林峰，你怎么这么龌龊？我们魏家养这么大女儿给你，你这房说卖就卖，让我女儿跟你睡大街啊？那让你女儿和我离婚吧。你哼，离婚？你说离就离？林峰，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忘恩负义的东西。确实，在外面有人的人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，都是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畜生。林峰，我只把季清帆当家人，当弟弟。你不想把房子租给他就不租，犯不着卖房子。你公司缺的钱，可以想别的办法。我们是一家人，都会帮你的。哦，要是融资成功，公司能得上1000万，但是之前得把缺口填上，就差这100多万。既然是一家人，要不把你们的房子卖了，把钱给我，等我融资到位，立刻就还。什么？那不行，那是我们的养老房，房卖了，我们住哪里？那没办法了，就只能卖我的房子了。魏月一家学历都不高，不知道开公司融资到底怎么回事，这个漏洞百出的说法足以应付他们。你要卖房也行，卖给魏斌。我现在需要的是现金，魏斌能给我100多万吗？要是你家能出100多万，我就不卖房了，和你们借不好吗？还是说你们有钱不想帮女婿一把？嘿嘿。融资成功能上1000万，比张琴说的700-800万还多，那我一定要进公司。卖房也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给我和季清帆在公司安排个工作，反正待会儿哄哄就好了，他总不能为了季清帆和我离婚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没忘拉上季清帆。既然你们要跳坑，那就跳吧，不只要安排职位，还要把公司也给你们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外贸危机。行啊，真的。苏丽娟一听，房子没自己的事，工作也没魏斌的事，她可不答应。融资下来要给我们200万，不300万，否则别想办婚宴。你是镶钻了还是镶金了？你问问你妈。而且那钱不能随便花，得在公司有职务才行。那你给魏斌也弄个工作，他可是你唯一的小舅子。可魏斌高中都没有毕业，这不是给投资人添堵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魏斌从小就聪明，老师都说他只是不想学，否则能上清华北大。你们那小破公司能请到魏斌都算烧高香了。那要不就让季清帆别去，换上魏斌，你们自己商量吧。
最喜欢的狗咬狗窝里反的场面要来了。魏月和苏丽娟当即争了起来，眼看着苏丽娟要吵不过了。好啊，辛辛苦苦把你养那么大，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外人抢自己弟弟的工作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遥控器400，椅子880，这个价格可以立案了。好好好，你们一个一个合起伙来欺负我，欺负我儿子是吧？苏丽娟看着没有东西可以砸，为了拿出点气势，干脆走到桌子边，反正这种木质桌子她在家没少用。手，我的手！妈，你怎么了？林峰还愣着干什么？快送我妈去医院啊！我的车不在家，我才不要送你们去医院呢，到时候肯定还要我掏医药费。别磨蹭了，赶紧打车去医院吧，晚了的话这手可不保了。妈，我给你叫车，你先去，我马上就到。魏月不跟着一起去医院，那也是怕花钱，估计等交完费她就会出现了。毕竟苏丽娟凡事都想着儿子，这种时候还想指望女儿吗？看来今天要睡在这里了，不过都已经领证了，迟早也有这么一天。可光看着他的脸，我都待不下去。不行不行，1000万1000万！林峰要是知道我的决定，一定会开心转圈吧？今晚能不能别？跟我来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回来了，还把我东西收起来，给谁看呢？当然是给你看的，现在晚上8点还能叫到货拉拉。林峰，你要赶我走？赶紧的，别废话。林峰，你现在赶我走，明天的婚纱照，过2天的婚宴，别求我。还在这做梦呢，婚纱照和婚宴早就取消了。姑娘，地址填对了吗？魏月不想回娘家，想到他那游手好闲的弟弟，况且现在苏丽娟的手受伤了，家里的活肯定都落到他头上了。那干脆去找季清帆。林峰怎么还在生气呢？都给他台阶了，他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不对，林峰的房子要卖了，那这些东西肯定要搬出来啊！就这样，经过魏月一番自我解释，他的心情就好起来了。知道你是下不来台，放心，明天婚纱照我会准时出现的。看着手机上的感叹号，魏月后悔刚才没有先让林峰把自己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哎，这里的环境完全无法跟中江大平层相比啊！要是季清帆能买下林峰的房子就好了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魏月自己都被吓了一跳。搬什么东西啊？你和林峰还没和好？别提他，不过快和好了。我搬出来是因为他那房子要卖了。那他卖了房子也要找地方住啊！你怎么不和他一起？你们好歹是夫妻，你和我住一起算什么？要是让江南烟知道屋里住进来一个女生，她岂不是更不理我了？都说了，我们快要和好，但还没和好呢。那个魏月，我这里房子马上就到期了，你住进来过2天还是要搬家，不如先回你爸妈那。我不回去，季清帆还是不是好兄弟了？你别忘了你小时候。哎，姑奶奶，住嘴吧你！先说好，我和我女朋友视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准出声，不准入镜。娘们唧唧的，我又不傻，我去洗澡了。这件事还是主动告诉江南烟的好，否则等他发现了，岂不是会跟我分手？他反复斟酌了一段文字发给江南烟，可下一秒，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出现在他面前。什么？把我拉黑了？所以这几天没找我，而是把我拉黑了。他又赶紧打电话给江南烟，电话也被拉黑了。没办法，他只有拿起魏月的电话给江南烟打过去。喂，哪位？姐姐，是我，季清帆，你先听我解释。说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你骂我吧，我改。季清帆根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但是先道歉总没错。季清帆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。清帆，我洗完了，你快去洗吧，跑了一晚上，辛苦你了。季清帆，我们结束了，以后不要联系我，也不要找我，否则后果你自己清楚。哼，不坦荡，还偷吃，恶心！是不是我的眼光出了问题？爱情果然不靠谱，还是老老实实搞事业。中江地产最大的股东人已经在国外了，就这还准备再开好几个小区。阿烟，你别跟他们玩了，你那小公司遭不住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哥。对了，我听说你谈了个男朋友，什么时候领家里来见见？分了。幸好没和中江地产合作，否则就不得不回家低头了。这么说来，那个人还真是我的贵人。江南烟心情大好，特意去网上找到挂出林峰房子的中介，套出了信息。原来你已婚了，可惜我向来和已婚男人保持距离，本想感谢一下的，算喽，和中江地产的合作黄了，总得找新项目。对了，明天有个互联网投资大会，可以去看看。而另外一边的季清帆听着电话忙音，又看了看晃着双腿的魏宇，一阵烦躁。魏月哪比得上江南烟半点，最后的机会也被他搅黄了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说了，我和女朋友打电话时你不要出声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又不知道。不管了，我要去睡了，明天还要和林峰拍婚纱照呢。第一次发现魏月这么不讲理，还是个坏事精。江南烟可是我够得到的上限了。
今天是互联网投资大会的时间，林峰早早的出了门。等房子和公司卖掉，我就做投资公司，重生一回。我要更好的人生，凭着前世记忆，足够翻身了。喂，小陈吗？你尽快把我那套房子信息推给季清帆。林峰在会展中心里转悠了2圈，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青虾科技。名字看上去怪怪的，但上一世他的人形机器人震惊了全世界，而且就是在这场大会上得了一个好心人投的80万，才把项目坚持下来的。您好，请看我们的智能机器人项目，从理念到研发。不好意思，我偏题了。没事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我能感觉到你很热爱这个行业，相信未来你的智能机器人一定会成功。真的，你也这么想？林峰认真听了蔡晓明的方案，考察了他们的产品，巴掌大的展位，他转了10几圈。我看好这个项目，你们现在需要多少钱？真的，您不会要求我们研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？比如成人用品？不会。那您会安排人进驻公司吗？也不会。他要做的是投资，可不是监工。我们需要100万，不，80万，80万不行，75万也行。在这些大学生眼里，张口就和别人要这么多钱，很是心虚。但林峰知道，他的钱就该花在这种地方。80万，我投了。真的？对。请问怎么称呼您？林峰。详细的对接需要交给专业的律师来做。林峰让蔡晓明收摊，一起去律所签合同。他对这笔未来将撬动100倍回报的投资一点也不满。这么轻松就拿到投资了？切，80万也算投资吗？你好，我们是做智能成人玩具的，如果您有兴趣，可以了解一下我们。成人玩具还是智能的？正经玩具，正经玩具。林峰觉得凯林特玩具听着耳熟，一时想不起，就先收下了名字。一行人来到律所服务区，这时正值中午，只有一个美女律师正在接待客人。是他。江南烟认出了林峰，主动让开位置。兰兰，来客人了，我去那边等你。你好，我是红卓律所兰兰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红卓律所是临川知名大律所。林峰立刻说明诉求，蔡晓明在一旁补充：保密协议、尽职调查、股东协议等都需要。林先生，你已婚吗？这笔投资是否是婚内财产？我已婚，但马上离婚了。这笔钱是我婚前成立的公司，资金和妻子无关。林峰简单说明情况，蔡晓明一脸紧张，担心投资泡汤。兰兰专业的解释，这是个人资产投资，离婚不用分。这个林峰倒是谈到没有隐瞒婚姻和离婚想法，他果断出手东江的房子，是因为离婚吗？东江地产快爆雷了，他很幸运。今天只签署了投资意向书。兰兰建议林峰请专业律师长期负责青虾科技的法律问题。林峰和蔡晓明表示认可，好歹算是一个临时团队了，不如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已经和江南烟约好了一起吃午饭的，可他从不和不认识的人吃饭。兰兰刚想拒绝林峰的午饭邀请，却看到江南烟收起书站起身来。天上下红雨了，他竟然愿意一起吃饭。今天是拍婚纱照的时间，魏月起了个大早，丁令咣啷洗漱化妆试衣服。月月，你好歹考虑一下我，我昨晚凌晨才睡。谁让你搞那么晚的？这些衣服都要洗了，你记得帮我洗。我自己的衣服都没洗，还给你洗？洗衣机在那边，要洗你自己洗。和林峰恋爱4年，他总帮我洗衣服洗碗，原来不是所有男人都愿意这样。那行吧，我回来自己洗。电话拿来，我要给林峰打电话，我的打不通。可是季清帆的电话也打不通林峰的号码。这个林峰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直接去婚纱照商家那里不就行了？对哦，林峰，你死定了！让你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把你晾在场地，吃了午饭再过去。魏月美美吃完午饭才到婚纱店，发现林峰不在。小姐，是来约婚纱照吗？我是约好今天拍婚纱照的，你们赶紧给林峰打电话，问他在哪。您和林先生不是夫妻吗？建议您自己打电话呢。我查询了一下，林先生的婚纱照订单取消了，您是要退定金吗？定金不退哦。林先生没有告诉您取消了吗？抱歉，您2人商议一下，可以重新约时间，定金依然能用。定金？你就知道定金？找你们店长来，我要投诉。魏月感到前所未有的丢人，她把愤怒和屈辱全都发泄在了服务员的身上。没事，这种不讲理的女人被人甩了很正常。林峰，你竟敢取消婚纱照，是不怕我提离婚吗？魏月后悔没加林峰父母联系方式，她给张琴打电话也没打通，干脆直接打车去了林峰的公司。而林峰这时正在和江南烟他们一起吃饭。江南烟发现每个人喜欢吃的菜都会在各自面前多停留一会儿。林峰竟能照顾到这种细节，他要是做老公应该也不错。饭后，蔡晓明打车回学校，兰兰要回会展中心，剩下林峰和江南烟2人面面相觑。我公司就在附近，开车10分钟就到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好啊。
上车之后，林峰贴心的为他调整了座椅。林峰情绪稳定，为人坦荡心细，怎么还会离婚？只不过这种话题太过私人，他们现在也不熟，不太好问。你很看好青霞科技？我看好青霞科技，也看好人工智能，可惜现在钱不够，否则一定投资算力。你是说芯片算力？是的，人工智能和 AI 会井喷式爆发，算力会很值钱。林峰想到离婚后要成为天使投资人，嘴角不经意的翘了起来。江南烟也不自觉的跟着笑了。按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应该投资算力？理论上是的。二人下车走进电梯，这时魏月也正从旁边电梯出来，可他只看到一片衣角和一个大美女。怎么那人感觉像林峰？不可能，他身边不可能有别的女人。张琴说他在互联网投资大会，要是让我逮到，我要让他跪下道歉。疯子，这是谁？你就是因为他要离婚的吗？想什么呢？这是融资的人。哦，是你请来加班融资的人，可惜来晚一步，魏月刚走，幸好没碰上。别看魏月能和季清帆拉拉扯扯，但林峰要是和别的女人有关联，魏月不分场合直接甩脸色，就连公司都尽量招男职员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魏月没找到林峰，心烦意乱地回到季清帆的房子。季清帆正在想怎样才能再钓个富婆，实现财务自由。啊，季清帆，你看这是林峰的房子。是吗？我没留意。季清帆，要不你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吧？现在市场价450万，林峰才卖410万，能省40万呢。姑奶奶，我哪里有400万？你买肯定不要全款啊，只给首付，好像是150万左右。150万我也没有，喜欢你就自己买。你傻啊？我和林峰是夫妻，我买不是白给他钱吗？150万，我们各处借一借就有了，我们一起买，但是写你的名字。这个主意好，林峰没房子了，我就能正大光明不和林峰住，房子变成季清帆的，我也出资了，这样我就还能住在大平层里。姑奶奶，你以为借的钱不用还啊？房租我们把其他房间租出去，房租加上我们的工资，实在还不上，卖了也能赚几十万。季清帆心动了，魏月忘了婚纱照被取消，忘了母亲还在医院，季清帆忘了被甩的难受，二人钻在一起，研究起了如何搞到150万。要不问问那个中介，我记得林峰提过，只要你想买房，中介就会帮你搞定一切。于是季清帆马上联系了小陈。月月，你征信好，能带得多，要不你出大头？那房子名字怎么写？肯定不能当着林峰的面写你的名字，等房子到手了，我立刻加上。房子到手，我就能和林峰划清界限，跟着季清帆一起住。另一边，林峰收到小陈回复，房子能高价卖给季清帆，他很开心。但小陈也提醒，魏月贷款属于婚内债务，需要小心。林峰早就料到这事，他当即联系了律师兰兰。你放心，只要做个财产和债务分离公证，这笔债务就和你无关，问题不大。挂电话后，兰兰就将此事告诉了江南烟。南烟，你这表情不对呀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对那个林峰感兴趣？他已婚且即将离婚，你可是黄花大闺女，跟他得多吃亏。你还挺封建，我只是觉得他有趣，脾气好，眼光独特。对了，我准备重仓芯片科技股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这就给人找这么多优点了，还说没动心，股票什么的我不买了，前段时间亏太多，怕了。大排档里，林峰将今天投资青霞科技的事告诉了张琴。你这速度太快了，还需要投资吗？我也想加入。这次是个人投资，看看效果再说。等我离婚成立投资公司，再让你进来，有公司办事更方便。是魏月，接吧，别提投资的事。魏月说季清帆想买你的房子，真恶心，我替你拒了。不用，告诉他可以。张琴挂了电话后，十分不解地看着林峰。兄弟，这都能忍，那可是季清帆那个死绿茶。不慌，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林峰找到兰兰，委托他办理债务分离公证，接着就来到了青霞科技。你们住这里？搞研究太累时，懒得回学校，就住这。按理说你们也算高新科技，怎么没拿到学校扶持？学校扶持名额有限，优先给了更有潜力的项目，但我们的机器人也很有潜力的。没后台没名气，人形机器人理念缥缈，确实难拿扶持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投资到账后租个正经办公室，这里就当宿舍，再招个行政和煮饭阿姨，年纪轻轻别把身体搞坏了。上一世自己积劳成疾得了癌症，可不想这些年轻人重蹈覆辙。蔡晓明几个人十分感动，看林峰的眼神带着如沐。林峰有些不自在，于是转移话题。你们专心搞研究，到时候多给我赚点钱就都有了，这个怎么不做了？上一世这种机器人火爆市场，如今竟成了报废品。我们也很喜欢这个版本，但走在外面像钢铁侠似的，让人害怕，就放弃了。如果别人怕，那就做小一点，单薄一点，重点是人形才能颠覆行业。真的吗？可是要是失败了，您的钱就打水漂了。要相信自己，更要相信我的眼光，你们一定行。林峰简单视察交流后，约定1周内投资款到位。跟蔡晓明吃完饭，林峰就赶到了中介。小陈正在接待魏月和季清帆。姐夫好。拍婚纱照不出现，我还以为你卖房也不来呢。二人眼看着林峰要走，慌了神。小陈连忙拉住林峰：“哥，嫂子就是气话，您别生气，我们坐下说。”林峰坐下后，魏月也不敢再乱说话了。
总觉得林峰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大概是因为公司融资太忙了吧，毕竟那可是1000万啊。手续办理顺利，看着季清帆签字，林峰嘴角勾起冷笑，而魏月和季清帆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夫妻呢。林峰，你为什么要把婚纱照取消了？不是你说不拍的吗？你说过不喜欢出尔反尔的人，难道后悔了？你才后悔了，明明是你胡乱冤枉别人，我和季清帆清清白白的。得，小仙女的逻辑我不懂，你们清清白白能睡一张床，玩游戏时接吻，是我不够大度，行了吧？林峰声音不大，但周围吃瓜群众们还是听懂了。原来是小三啊！从原配手里抢房子，怎么我说的是假的吗？今天你们敢多说一个字，这房我就不卖了。季清帆和魏月气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强忍着怒。怂逼！给我办手续，这房子我要定了。二人找过乔公司借网贷，再加上季清帆家里的钱，凑够了首付。等我有了大平层，就把林峰踩在脚下，再把江南烟追回来。我终于和季清帆有自己的房子了。我住院你都不来看一眼，养你有什么用？还不如你弟弟。那你就让卫兵伺候呗，他去医院不过是没人给他做饭。唉，我命苦啊，怎么生了你这个赔钱货？赔钱货，我马上就有自己的房子了，你们等着后悔吧。卖房子的事基本落定了，林峰该回一趟父母家里。虽然看上去我才1个月没回家，可实际上已经快10年没见过爸妈了。上一世婚宴上，林峰父母准备的彩礼不翼而飞，魏月当众发难。林峰父母为了他的幸福，还是偷偷又给了魏月28.8万。再后来，他们也是因为魏月才离开了人世。仔细想想，这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我要和魏月结婚，幸好这一世都还未发生，我要亲眼看着你和季清帆走向无尽的深渊。夜里，林峰驱车抵达教师单位小区，小区还是记忆中的样子。屋门打开，母亲徐丽探出头，见到林峰立刻笑出声：“老林，快来，儿子回来了！”看着父母活生生站在面前，林峰再也忍不住，上前紧紧抱住二人。上一世确诊癌症时，父母早已离世。妈，我好疼。妈妈来了就不疼了。幸好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车里空调吹着了。爸，今天吃什么？吃土豆炖牛腩，我炖了一半，剩下一半的等魏月回来吃。对了，魏月呢？没跟你一起？爸妈，我有件事跟你们商量，其实也不算商量，我已经想得很明白，而且决定了，希望你们理解。小峰，天大的事也没你重要，难道是魏月不能生？没事，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。是不是魏月家又想加彩礼？只要不太过分，爸都答应。爸妈，我准备和魏月离婚了。儿子，怎么了？你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。你快坐下，先听儿子说。儿子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魏月心里有别人，虽然他没出轨，但我觉得人生还长，现在分开也不晚。小峰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妈，那个人你们都见过，就是2家人第一次吃饭时，魏月带去的季清帆。可魏月说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。要说魏月喜欢他，我不意外。那天吃饭我看到他微信置顶是季清帆，咱们儿子都没那待遇。只是当时你们都要领证了，我就没多说。要是因为这个离婚，爸同意。哎呀，老林，你这话说的，你不想儿子幸福吗？娶个心里有别人的女人能幸福？可只凭聊天置顶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以小见大，这种小事都把儿子排后面，其他的事儿也可想而知。没想到一辈子古板的父亲竟说出这种话，还怪感动的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离开魏月我也能过得很好。如果以后遇到合适的，我也不会错过的。经过上一世，我根本不打算再谈恋爱，搞钱不好吗？那过2天的婚宴怎么办？这是魏家知道吗？爸妈，婚宴我有别的计划，你们听我安排就行。儿子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了。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完饭，林峰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听着屋外爸妈的谈话声，就像做梦一样。不过感觉前所未有的踏实，慢慢的睡着了。徐丽蹑手蹑脚进屋，看到林峰睡梦中眼角挂着失忆，关了灯，悄悄退出去。老林，儿子这么坚决要离婚，肯定受了不少委屈。没事，这不是还有我们呢？不管儿子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。好。林峰醒来后，给父母留了1万块钱在桌上，拿起刚做好的油条下了楼。徐丽拿着鸡蛋追上来，好好吃饭，有事跟妈说。知道了妈。徐丽回到家，看到桌上的钱，越发心疼儿子。林峰重生回来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尤其是今天，小陈说季清帆要来银行付房款，那套即将暴跌的中江大平层，终于落到最应该被报应的人的手里。林峰带着房产资料走进银行，放在小陈面前。季清帆和魏月满脸的激动。有了大平层，应该能找到比江南烟更好的女人吧？要是房产证上不写魏月的名字就好了。最喜欢的人买了最喜欢的房子，要是能和林峰离婚就好了。但林峰那么爱我，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过跟林峰结婚没有生活压力，再和季清帆做朋友挺好。林峰全程没看魏月一眼，签字过户后吹着口哨走了。现在房子也卖了，我先去别的地方住，你没意见吧？所以你们俩同居了，小心点，别弄出人命来了。林峰，你自己龌龊，以为别人和你一样？我问你，2天后的婚宴还办不办？办，为什么不办？我还为你们准备了惊喜呢。我就知道林峰根本离不开我。
这是2天后吃饭的地方，别走错了。冰峰小吃不是花园国际饭店吗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搞错，你不是要低调吗？这里刚好，你要是不想来，就让你爸妈来，我把彩礼给他们。我才不去这种破地方，这是婚宴，不是你公司团建。爱去不去。魏月跟林峰可是要了28万8彩礼啊，这可是我们这儿最高的彩礼了。不管怎样，得让他把这笔钱先搞到手再说。他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月月，他这什么态度？婚宴你别去了，不就是彩礼吗？现在你都有大平层了。哼，一想到要和林峰结婚就窒息，但那是小30万啊。老大，好久不见，上个月才见过啊，包间都给你留好了，要不去看看？林峰看了一下包间格局，2个大包的中间还有个小包，小包两边各有一扇门连通着大包。我在这里装几个摄像头，回头留给你用。行，只要不违法就行。对了，明奇，菜就按花里胡哨，便宜的来，不用贵的。林峰装好摄像头，检查无误后，把装着30万练功钞的包放进小包的吊顶上，再用一幅落地挂画将另外一道门遮挡住。魏月、季清帆，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林峰刚下楼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魏月爸爸打来。林峰，我在你们家受的伤，医药费你得赔。在我们家怎么受的伤？我可没打你。你推了我一把，磕在桌子上才伤了手，不是你赔是谁赔？林峰想了一下，调出当天的监控，便开车前往医院。医院病房里，苏丽娟双手裹着纱布，就像只大闸蟹，她不停地数落魏大丁，而魏斌在一旁忙着打游戏。看你那点出息，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怪不得魏月不接你电话。这不是冤枉林峰吗？明明是你自己。闭嘴！要不是你没能耐赚钱，我用得着这样吗？魏大丁缩在角落，不敢再说话了。妈，我们可说好了，姐的彩礼加上林峰待会儿赔偿的钱是要给我买辆宝马的。宝马个屁！这个钱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。妈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有了宝马，自然就有了媳妇。这时林峰2手空空的走进了病房。姐夫，听说你要在公司给我安排活，我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才去的，工资少于1万2，我可不干。工资1万8，但你姐说让季清帆去，不让你去。什么？妈，你看姐干的好事儿，你都为她受伤了，她面都不露，还让她那相好的抢我工作。快来吃瓜，女婿把小舅子安排进自己的公司，但是被女儿的相好给抢了。好复杂，快给我捋捋，有点晕。林峰看到苏丽娟裹满纱布的手，笑出了声。笑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受伤，救护车和物业都能证明。你要是不赔我，我就让魏月和你离婚。救护车和物业只能证明你受伤，不能证明和我有关。万一是你自己砸的呢？反正你不赔，我就让魏月和你离婚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苏丽娟和魏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。林峰有多喜欢魏月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不可能，他一定是欲擒故纵。唉，你们小两口也不容易，但我的手都这样了，你总得表示表示吧。你想要多少？15万，你不要和我讨价还价。我的手医生说要养1年。行，我录个像，再签个协议，就马上打钱。林峰拿出手机录像和打印好的协议，魏斌接过协议，仔细地看了2遍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赚钱不容易，今天给15万，明天再要怎么办？我得有个保障。不签，凭什么签？严格说来，手受伤和林峰无关，这要是签了字，不得出事。不签的话，那我走了。林峰转身准备离开，魏斌一把拉住他，夺过纸笔签了名，写上你和苏丽娟是母子关系，你是为了她要的这笔钱。好了，快转钱，别想赖账。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受伤的是我，当然是把钱转给我。林峰笑着给魏斌转账15万，备注因苏丽娟受伤被魏斌讹诈。魏斌看到那么多钱到账，很是开心，看都没看转账备注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我在临川医院被人讹诈15万。好，我在这里等着。什么讹诈？明明是你自愿的，你还有脸报警？还想打人？那你现在给我2拳，好让警察看得更清楚一些。造孽啊！白眼狼女婿，想让我儿子蹲监狱。对，我就是要让魏斌进去，让你们全都进去。15万够了。上一世父母给的彩礼不翼而飞，魏月、季清帆、魏斌，所有魏家人一个都少不了，我会一点一点要回来。很快，警察来了。苏女士的手是在你家受伤的吗？对，就是他打的。林峰调出那天家里的监控，显示苏丽娟自己砸伤了手。警察，不是这样的，视频是他伪造的，他家没有监控的。林峰又拿出刚刚在医院准备付钱时的手机录像，确实有敲诈勒索的嫌疑，跟我们回去调查吧。魏斌慌了，他第一反应就是跑，却被警察摁在地上，然后被带走了。抱歉，我去警局配合调查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婚宴你就别去了，彩礼我会给魏月。去警局的路上，林峰给兰兰打了电话，希望有个擅长处理这种事的律师过来。没想到在警局门口就见到他们，没想到是兰大律师亲自来，辛苦你了。这件事证据链完整，加上兰兰也很给力，魏斌被判几年妥妥的。都这么晚了，不急着回去的话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林总，请客可不能抵律师费哦。今天有些仓促，我们就在这里吃。我大学是有开的，味道很好。等下周我再正式请你们吃饭致谢。你离婚进度怎么样了？大姐，你和人家都不熟，上来就问这么隐私的问题，人家肯告诉你才怪。快了，顺利的话，青虾科技给我回报的时候就能离。那不得驴年马月。
抱歉，我这人放松下来说话有时候不过脑子。我投了300万芯片股，你说能赚多少？这我可不会预估市场。我可是听你的话投的。我就是怎么了？突然有股撒娇的味道。姐姐，好巧。季清帆直冲着江南烟走过来，当他看清旁边坐着的林峰，突然愣住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都和月月结婚了，大半夜和别的女人吃饭，对得起月月吗？你怎么那么龌龊？自己龌龊，看别人都龌龊吗？姐姐，他已婚，除了一个破公司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别被他骗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吃个饭而已，你上蹿下跳的，被甩了，不会是因为和魏月同居被发现了？姐姐，我弟弟不懂事了吧？这位是我们南烟新包的男人，比你高，比你帅，比你听话诚实，关键是比你活好。季清帆脸色瞬间苍白，意识到江南烟拉黑自己的原因。林峰，这就是你的报复，对吗？你还不值得谁去报复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不是，江南烟，你最起码要对我负责吧？我和你连手都没牵过，你让我负责不是碰瓷吗？季清帆，如果你再纠缠，别怪我和你算账。连手都没牵过啊！季清帆竟然这么纯情。季清帆难堪至极，想起认识这段时间江南烟花在他身上的钱，只转账就有10来万，不能让他讨回去了。季清帆只能恶狠狠瞪了林峰一眼，转身离开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林峰，我的妻子魏月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前任，就是季清帆。他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，我也不清楚，我眼光不好，让你们看热闹了。可季清帆说你们要办婚宴了，林峰说要离婚，结果私下里筹备婚宴，难道他是个渣男？明天中午，季清帆说的婚宴就在那个包厢。南烟，你说林峰是不是骗我们的？没有，他是真的要离婚的。那他还办婚宴，应该是有自己的计划。林峰在感情上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倒是很了解，南烟，你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与以往不同，江南烟没有回答。身在江家，我需要一个人结婚。如果这人是林峰，我倒不排斥，但算了，还是先搞钱吧。这一天是真刺激，上午卖了房，下午布置婚宴包厢，晚上把卫兵送进警察局。正常来说，房子卖掉是会给一段时间搬家，万一房子暴雷突然提前了，干脆明天就搬家。魏月逛了一下午的街，他就刷了3万多的卡。婚宴虽然地点变了，但该请的人却没有少。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手28.8万的彩礼，就激动的不行。打了一晚上了，我不要上班吗？不要准备婚宴吗？你不是觉得卫兵好吗？让他伺候你啊！月月，你快救救你弟弟啊！他被林峰送进公安局了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苏丽娟把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遍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和林峰马上就要办婚宴了，哪里有姐夫把小舅子送监狱的事？他肯定是故意引起我注意，我和他说，卫兵就放出来了。大半夜的，魏月跑了一趟医院，又去了一趟公安局，可他到现在都无法联系林峰，只能托张琴传话，把15万还回来，就去公安局帮忙撤销。今天晚上9点可以搬家，让他们准时。还有明天别忘了参加婚宴。妈，要把15万还给林峰才行。家里哪里还有钱啊？月月，你的彩礼妈1分不要，你先垫上，等你弟弟出来再让他还你，好不好？妈，弟弟在里面多待1天就多受1天罪，15万算诈骗里高的了。你先借钱还给他，等我的彩礼到了，我立刻给你15万。母女俩再斗心眼，可苏丽娟又心疼儿子，只能同意先动用自己的私房钱。对了，林峰那房子卖出去了吗？等婚宴结束，你让林峰把房子给你弟弟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魏月心虚，他们还不知道他贷款和季清帆合伙买了那套房子。不过想到明天要到手的彩礼，他的嘴角都快压不住了。林峰在银行到账提示音中醒来，还有苏丽娟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应承会去一趟公安局说明情况，然后就把这事抛在脑后。这15万差不多是过去2年补贴魏家的钱，开心。接着林峰出门，在岷江小区租下一套小别墅，收拾妥当后，亲自开车回南州接上林建国和徐丽。儿子虽然是租的，确实比你那大平层舒服，可惜了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爸妈，明天婚宴结束，你们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也就暑假这几天。等开学了，我和你爸还得去上班。一家人在外吃完晚饭回家休息，徐丽有些不安。老林，我这右眼总是跳，明天不会出事吧？儿子大了，我们支持他，明天我们多看着点。第二天，直到中午，林峰才在饭菜香味中醒来。儿子，这些都是我和你爸上午去买的。房子虽然是租的，但生活不是，你这里也不会显得冷清。妈，只要你和老爸在，我就不冷清。他贪恋地享受着这一刻的温馨。饭后，林峰上2楼来到书房，可动用现金160万，投资青虾科技80万，卖房已完成。离婚进行时，成立投资公司未开始，目标半年内赚到1000万。林峰，临川有算力科技相关的发布会，你要不要来？地址给我一下。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还没那么熟，而且他还没正式离婚，没想到林峰竟然同意了。算了，
只是朋友间看个发布会而已。江南烟调整好心情，换好衣服，拎包出门。与此同时，林峰也准备出门，并把魏月从黑名单放出来，想确认他明天会不会出席婚宴，以免打乱计划。没想到魏月的电话先打了进来。林峰，你收了我妈15万，魏斌怎么还没放出来？你弟弟是大额诈骗，就算是我这个受害人帮忙说情了，官方照样会起诉。我的那份处罚已经免了，官方的可免不了。不信你去公安局问。电话那头，魏月沉默几秒，终于他忍不住了。林峰，你就不问问我这些天过得好不好？你和季清帆都住一起了，肯定过得开心啊。林峰，你明明知道我和他是清白的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就坐实给你看。哦，怎么坐实？睡一个被窝吗？正好，明天婚宴取消拉倒。林峰，你给我滚！魏月气得挂了电话。这几天他一直打不通林峰电话，刚打通时还很开心，没想到被他一番嘲讽。我和季清帆明明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心里喜欢，又没出轨，林峰为什么就是不理解？魏月越想越气，再次拨打林峰的电话，想直接说取消婚宴然后离婚，可电话又提示无法接通，他又被拉黑了。唉，看来这就是天意，注定我要拿到彩礼，要和林峰走下去。魏月窝在沙发上，也没有开灯，就这么看着窗外。这里的风景明明是他最喜欢的，可是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时季清帆醉醺醺的回家，躺在沙发上。魏月林峰到底有什么好？他凭什么霸占我的位置？话没说完，季清帆就开始干呕。魏月原本不想管他的，可听着他的话，心里有些触动。原来季清帆一直在拿自己和林峰对比，他是在嫉妒吗？是因为我嫁给林峰而难过？想到这里，魏月心软，上前想扶他去洗漱，结果季清帆吐了他一身，他瞬间没了耐心。我喜欢的是清爽阳光的季清帆，不是醉酒邋遢的酒鬼。魏月把季清帆扔在沙发上，拎着包就出了门。此时他心绪混乱。明天就要婚宴了，我真要这样和林峰过一辈子吗？当初嫁他是因为他对我好，买了我喜欢的房子，可现在房子归了季清帆，而季清帆心里好像也有我。魏月不知不觉走到商场，1楼正在举办临川算力中心发布会。他一眼就看到了林峰，正和一位穿着香奈儿套装的漂亮女人低头交谈，两人看起来十分熟人，画面那么刺眼，魏月瞬间怒火上头。林峰身边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女人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他刚想过去，发布会结束，魏月转眼就找不到林峰了。他急得到服务台广播找人。林峰，你妻子找你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本来还想和他聊聊算力行业前景的，可我也不想让人误会。江南烟离开后，林峰没有联系魏月，而是独自去餐厅吃饭。上一世我出差回来，看到一桌子菜，魏月说是特意为我做的，我还感动不已。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和季清帆吃剩下的，再也不想和魏月一起吃饭，只觉得恶心。另一边，魏月一直没找到林峰，失魂落魄回到家，季清帆已经醒酒了。月月，你怎么了？魏月摸了摸脸，才发现自己哭花了妆。清帆，我不想和林峰过了，他找了别的女人。魏月把商场看到的一幕告诉了季清帆，季清帆一听就知道那位美女是他之前的女朋友江南烟，可他不想把这事告诉魏月。那只是发布会，林峰在融资，或许对方是投资方呢。清帆，有没有办法既能拿到彩礼，还能离婚不用还？既然已经动了离婚的念头，那迟早也要离的，但彩礼也是不想放过的。月月倒是有个方法，就是有点不地道。没事，你说用不用我自己决定，就算不地道也和你没关系。季清帆凑过去，把自己想的主意说了一遍。这个方法好，明天婚宴就按你说的办。与此同时，临川医院，苏丽娟急得团团转，强硬要出院。伤筋动骨100天，年纪大了不能2次手术，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。我损失了15万，魏斌还没放出来，马上就是魏月的婚宴了。我要是不去，那彩礼都是魏月的了。最后医院拗不过他，让他签了后果自负承诺书，放他出院。你明天带几本书，机灵点，找机会把彩礼换掉，到时候就说林峰家没给，听到没有？魏大丁被吓得一哆嗦，认命的点了点头。林峰晚上睡得很安稳，第二天早上9点，他是被父亲林建国从床上叫醒的。都9点了，赶紧去婚宴那边，要不就晚了。林峰想到今天的计划，瞬间就不困了。他换上一身便宜的旧西装，被母亲徐丽看到了。你这穿的是什么？我记得你有一套罗意威的西装啊，穿那个多帅啊！这身就挺好的。这件衣服是魏月送他的生日礼物，廉价的地摊货。上辈子他视若珍宝，这辈子他嫌晦气。打算办完今天这事，这衣服也不要了。一家人收拾好出门，来到缤纷小吃。儿子，这地方也太不行了，咱们换一个，妈出钱。妈，这里可太行了，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很快，魏月和季清帆也到了。他看到林建国和徐丽也不打招呼，看到地方后，他更不满。林峰，这就是你选的好地方？没办法，公司要融资，我房都卖了，没钱找好地方了，这里便宜，正好。林峰，那你这也太侮辱人了吧？林峰压根就不搭理季清帆。包厢在2楼，你家还有人来吗？没人来就可以开始了。当然有人来，你以为我家和你们家一样人丁单薄啊？给我找个小房间，我要化妆。林峰把魏月和季清帆带进包厢里的小房间，还贴心的给2人关上门。
月月，林峰他太过分了，只准备了一桌，这哪里是婚宴，还不如宿舍聚餐呢。算了，办正事要紧，彩礼到手后，无论如何都要和林峰离婚。就算林峰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和林峰继续下去。魏月简单化了妆，走出了房间，包厢里已经坐了一些人，全都是他家这边的亲戚，包括苏丽娟和魏大丁。天天说嫁了个有钱人，婚宴要在国际饭店举办，结果呢？还有你看看那苏丽娟的手是怎么回事，和傻子似的，呵呵。看吧看吧，使劲看吧，现在我有大平层，马上还有30万，到时候你们羡慕也没用。魏月站到林峰面前，想挽他胳膊，却被林峰不着痕迹躲开。林峰，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彩礼带来了吗？林建国原本就对这个儿媳妇不满意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眼里只有钱，但他还是递上一个大背包，而亲戚们全都眼红的看着林峰一家人，就和看大冤种似的。就魏月这样的，哪里值这么多彩礼？我都怀疑林峰是不是杀人的时候被魏月看到了，这是封口费。打开看一看，不要到时候说我们家没给钱。没想到林峰会来这么一手，要是真当着大家的面数了钱，那一会还怎么污蔑林家？但他还是打开一条缝，在他和季清帆的角度，看到里面是一捆钞票，共29捆。苏丽娟也挤过来看了一眼，不看了，我相信林峰的人品不会在这世上作假的。林峰脸上带着淡淡的笑，眼底全是讥讽。亏我还准备了一包真钞，没想到魏月和上辈子一样，不准备验钞。包厢外面2楼的客座上坐着2位大美女，老板池明奇亲自招待，同时为好兄弟捏了一把汗。南烟，你到底来看什么啊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不想知道林峰到底有没有骗我们吗？这个倒是想知道，但你也不用工作日拉着我来啊，我那边还有大客户呢。不过也是，来看林峰到底卖什么药，确实比接待客户有意思多了。魏月不放心，他亲自把放彩礼的包拎进化妆间，关上门，他要亲自看着钱。服务员开始上菜，大家先吃，我去一趟卫生间。林峰离开前给林建国使了个眼色，林建国点头示意明白。他快速离开包厢，通过另一道门进入化妆间。他从吊顶里拿出事先存放练功券的包，把它放到魏月彩礼包的位置，再把真的彩礼包藏进吊顶。就在这时，魏月心里突地一跳，我得再去看看彩礼。魏月立刻起身朝化妆间走去。林建国见状，赶紧站起身来。儿媳妇，干嘛？那个你嫁过来，我们。林建国着急的语塞。魏月皱了皱眉，转身伸手拧开了化妆间的门。魏月拧开化妆间门，确认装彩礼的包还在，松了口气。爸，怎么了？见林峰回来，林建国才松口气。来，吃饭吃饭。中间吃饭的时候，苏丽娟不断给魏大丁使眼色，可魏月十分警惕。好不容易熬到婚宴结束，亲戚们咂咂嘴，总感觉这顿饭吃了就像没吃似的。林峰出门送客，撞见江南烟和兰兰。江南烟瞥了眼远处的魏月，那就是他妻子，他配不上林峰。一会儿只要季清帆把彩礼带走，我就一口咬定林家给的是空包。林峰那么爱我，说不定还会再补一份彩礼，那就赚大发了。苏丽娟见林峰和魏月都在门口送客，季清帆也去了卫生间，赶紧给魏大丁使眼色。他溜进化妆间，心慌得很，抬着头看着门，生怕突然有人进来，哆嗦着手去包里掏钱，又把几本书塞回去。叔叔，你很热吗？流那么多汗。没有。季清帆推开门，正大光明进去。等他打开包，发现只有几本破书，他嗷的一嗓子冲出屋子。魏月，彩礼不见了。魏月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即装作着急，边跑边嚷：彩礼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是林家没给钱，还是被偷了？什么还能有瓜吃？走，一起去看看。江南烟和兰兰也满眼好奇的坐回原位。林建国和徐丽脸色发白，看向林峰。小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放心，没事的，我们也去看看。他边走边拿出手机，调出监控内容，确认了一遍。演技不错，你不当演员可惜了。月月，是真的，彩礼真丢了，变成几本破书了。关键是重量差不多，要是没看就拎走，根本发现不了。众人刚回到包厢，随即听见一声尖叫。彩礼呢？我的彩礼呢？看着到处翻找的女儿，魏大丁心虚的缩到墙角。报警！季清帆，报警！忽的，他瞥见苏丽娟心虚的眼神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先按照原计划走，反正钱都在苏丽娟那里，可以回去慢慢要。于是他转身恶狠狠地看着林建国和徐丽：“你们不想给彩礼就不给，为什么要这样做贱人？”魏月，你这话说的心不心虚？一开始10万加到18万，再是你说要孝顺父母，我们加到28万8。既然答应了，林家就不会食言，更干不出这种缺德事。还有这种事儿，真是让我开了眼了。卖女儿啊，还真敢要。林家也是蠢，他要就给啊，活该。要我说，月月，你当时就应该检查一下，包的重量一开始就这样吗？对，那包一开始就这样。林峰，你家一开始给我的就是这几本破书。人群外面，江南烟和兰兰环抱双手看热闹。南烟，你说林峰这个傻子，不会真给了彩礼被调包了吧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不会这么傻。既然都说不清楚，调监控吧。不行。哼，林峰，你别诈我们，这里根本没有监控。今天你要是不补彩礼，就离婚。魏月此时已脑补离婚后和季清帆一起的场面，便含情脉脉看了季清帆一眼。兰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咦，好恶心。
如果我不补彩礼，你就离婚，对吗？对，林峰，我都和你领证了，你家答应给的彩礼又反悔，这么不尊重人，你家的人品我信不过。徐丽当下就急了，想说话被林峰拦下。魏月，要是我家给了彩礼，你怎么说？你要是能拿出证据，我就原谅你，不离婚了。要是拿不出，你们就得补双倍彩礼，否则就离婚。对，这时林峰淡然地举起手机，好巧，婚宴前几天这里安装了监控，2个包间都有。另外，我也要报警。这么多钱丢了，得让警察来抓人，判个10年8年的。魏月和季清帆顿感不妙，苏丽娟和魏大丁吓得一哆嗦，他们想起局子里的卫兵。要是警察真来了，魏大丁怕是要和儿子一起作伴了。想到这里，苏丽娟嗷一嗓子，坐地上开始撒泼。大家评评理啊！这家人占了我闺女，骗我们领了证，说好的彩礼还不给，缺德啊！林峰不理他，调出手机监控放在魏月面前，画面显示的是魏大丁换彩礼那段。你说这彩礼我们给了吗？要不我看还是报警吧。魏月脸色苍白，他明白是父母拿了钱，但他没想到林峰真有视频。林峰，我不知道，这一定是误会，别报警，我不要你补彩礼了，这事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解决就行。对，都是误会，是你爸怕人多眼杂，有人偷彩礼，这才出此下策。林峰不为所动，魏月这下急了。林峰，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我爸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真和你离婚了，你快把监控删了。原本就没打算报警，主要真钱在天花板上，若警察来了，彩礼被找到，后面的计划还怎么实施？人群外，江南烟眼睛微弯，兰兰松了口气。我就说嘛，还不算太傻。不过林峰是真狗，南烟，你不是不喜欢这种心眼多的男人吗？林峰并非心眼多，是足智多谋。以魏月的情况，肯定不会轻易离婚。林峰做这些，大概是想让魏月同意离婚吧？咦，你果然喜欢他？喜欢吗？林峰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认识才几天，在季清帆那里上的当还不够。再说了，林峰能不能离婚还是两回事，我才不要有妇之夫。魏月，我们离婚吧。这一刻，魏月曾经想过无数遍，可当林峰真的提出来，他却感到脑子嗡嗡直响。他想辩解点什么，却被苏丽娟抢了话。林峰，我女儿好好跟了你，你说离就离，凭什么？我们虽然领证了，但你女儿还是黄花大闺女，至少在我这里是。至于她和别人有没有关系，那你得问她。季清帆，你俩睡过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把她当朋友，你可别乱说。看到了吗？你女儿还好好的，至于变成二婚，那我不也一样吗？很公平。要离婚也行，离婚是你提的，彩礼我们1分不退。还有，把你的视频删掉。好，没问题。林峰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，林峰就要报警。你救不出你弟弟，还要把你爹也送进去吗？你个不孝女！魏月被孝顺这2个字规训长大，现在就是不离婚，等于送亲爹坐牢，等于不孝顺。他觉得哪里不对，可又想不明白。林峰，我们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婚？对啊，怎么刚办了婚宴就要离婚了？之前还听说这个姓林的为了魏月要死要活的。魏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本是不想说的。你说喜欢中江大平层，我买了。公司需要钱时，你要28万8的彩礼，我只能把房子卖给季清帆，才拿出这些钱。但据我所知，季清帆买房，你可给他拿了近100万吧？什么？魏月给别的男人拿了100万买房，而自己老公需要钱还得卖房？天哪，魏月疯了吧？魏月，你脑子有包，给一个外人买房子，你哪里来这么多钱？不对，你竟然把钱给外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15万，你弟弟被抓了啊！这又是什么时候的瓜？这瓜越吃越有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说我？算了，说这些没意义。魏月，我们离婚吧，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。如果你反悔，那就把彩礼还给我。别人都是离婚才退彩礼，他倒好，不离婚才退，真是绝了。苏丽娟催着删视频，林峰把手机递给魏月，魏月亲自删完所有视频，这才放心。看好了，以后再发生任何事都和我无关。还有，别忘了明天去民政局。林峰长长松了口气，看着一脸担忧的父母。爸妈，刚刚你们也没吃好吧？我们去隔壁包间再吃一顿，这里的菜做得很好。围观人群逐渐散去，魏月几人也浑浑噩噩的离开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见笑了。林峰，你这是36计里哪一计啊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局。江南烟在一旁没怎么说话，只是看林峰的眼神多了一层光彩。你好好陪叔叔阿姨吃饭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南烟啊，林峰心眼子这么多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们不是大学生了，太单纯的另一半只会让人心累。呦，你这是默认林峰是你另一半了啊？八字没一撇的事，以后不准提了。林峰回到隔壁包厢，石明奇正在上菜。老大，今天这一仗干得真漂亮，就是你那彩礼可惜了。不可惜，明天你和张琴来我新家吃饭。行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慢慢吃。林峰确定化妆间没人后，进去把放真彩礼的包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1分不少。徐丽悬着的心放下，擦了擦眼角。媳妇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那一家人没有底线的，我们做的和他们比根本不算什么。咱儿子没有变坏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知道，是魏月他们不配，我还担心着你赚钱不容易，只是没想到你早有准备。
他们这边其乐融融，魏月那边就没那么好运气了。他和季清帆买大平层的是暴露，苏丽娟非要拽魏大丁一起去。我女儿花了100万啊，凭什么我不能住？阿姨，这个钱我是会还给月月的。在你还钱之前，我们就住这里，什么时候把钱还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搬走。我又不傻，近100万你能拿出来，还用魏月做过桥，之前想住没机会，现在钱可是魏月出的，为什么住不得？到底哪里出错了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不过还好，房子还会升值。把钱拿出来，你们要住这房子，就把彩礼钱还给我，要不就回去守着卫兵过你们自己的日子。魏月，你不觉得这样挺好的吗？只要卫兵一直在牢里，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什么都是你的。卫兵除了拖你后腿，还能做什么？你现在有大平层，有钱，你爸妈只会依靠你。林峰说的对，卫兵在牢里，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才不要他分我的钱，也不要他住进我的大平层。在魏月注视下，魏大丁倒出一堆钱，29捆，一个不少。我一直知道魏月喜欢我，只是假装不知道。但现在想要这笔钱，要怎么做呢？离婚还不用还彩礼，房子还能升值。我要嫁给季清帆，生2个孩子，以后林峰就算后悔，都没他的份。姑奶奶，一切都好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魏月看着手里的钞票，嘴角收起。不对，这钱不对劲。果然，每张钞票上都写着练功超3个灰色大字。不对，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钱呢？我的钱呢？都在这里了。怎么会是假的？怎么会是假的？魏月嗖的一下站起来，一步一步逼近苏丽娟。钱呢？我问你们，钱呢？苏丽娟毫无防备，跌坐在地上，只听见嗷的一嗓子，她上次断掉的手指又断了。我的手！苏丽娟痛到飙泪，魏大丁熟练上前扶住她。月月，我先送你妈去医院。不行，不能走，这钱说不明白，都不准走。这钱装垃圾袋里，我就没动过。就算出问题，肯定也是在包里就出的问题。魏大丁急得脸红脖子粗。魏月突然想到什么，打电话给林峰，幸好他这次没在黑名单里。林峰，你再把拿钱的监控视频发我一份。林峰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魏月视频是你亲自删的，你忘了？不可能，网上呢？回放呢？我又不像你，说话不算话。我说网上没有就是没有。还有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见，记得带户口本、结婚证和身份证。魏月愣了许久，他本想找到视频证明魏大丁收的彩礼是假钱，这样就可以让林家补彩礼。现在好了，所有证据都被我亲手删除了。如果一开始就检查彩礼的话，不对，这是个局，从一开始就是。林峰，你算计我！莫名其妙，你不会是想反悔不离婚了吧？要反悔就把彩礼还我。林峰直接挂了电话。魏月的事他并不在意，明天去民政局登记，冷静期一过就彻底离婚了。只希望中江地产能再坚持几天，让我能顺利离婚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林峰还是联系了兰兰。林总可以走诉讼，离婚速度也很快的。我也希望你快点离婚。南烟难得看上一个人，要是速度太慢，他没兴趣了怎么办？很快，兰兰将诉讼离婚资料就发给了林峰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准时来到民政局门口。怎么感觉比当初领证的时候还要紧张？魏月可别出什么幺蛾子。终于，魏月姗姗来迟。原以为他发现了彩礼是假的，以后会暴跳或者生气，没想到还很是平静。林峰，你那点小把戏我清楚，你公司融资没钱了，以为我会继续和你在一起还你彩礼？做梦！你别想白嫖我28万8。好好好，你说的对，这边请。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彩礼也不可能退。你放心，我不跪。就算你求我，我也不跪。二人完成离婚登记，预约1个月后领离婚证。林峰这才松了口气。离开错的人才能遇到对的。假彩礼的事，我问过律师了，没办法能再找林峰要，就当花钱买自由吧。林峰不敢刺激魏宇，收好登记单，一出大门，开车就溜。能顺利离婚，也离不开张琴和池明奇2个兄弟的帮忙。待会儿在家请客，乔迁之喜，外加答谢他们。林峰前往附近最大的商超采购食材，却偶遇了江南烟。你一个人吗？住这附近？我住岷江小区。哎，你要做西红柿辣椒炒黄瓜？是啊，我朋友都不爱吃，就我喜欢。好巧，我也喜欢。要是我们生活在一起，肯定能吃到一块去。啊，我在说什么？面对林峰就没了智商吗？既然这样，要不要来我家吃饭？我爸做这道菜一绝，正好我搬了新家，请2个朋友来家里吃饭，顺便也约上兰大律师。他和兰兰是甲乙方关系，我作为兰兰的朋友，到他家里一起吃个饭也没什么吧？好。二人一同采购，江南烟买了2瓶高价茅台，坚持作为乔迁礼物。结账时还拒绝林峰付款，这次各付各的，下次再让你付。和江南烟逛超市特别有家的感觉，以前魏月从来不愿意陪我做这件事。林峰到家的时候，在车库遇到池明奇、张琴还有兰兰。这不是林峰雇佣的投资方演员吗？乔迁之喜也要请演员。果然如此，在店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位江小姐图谋不轨。众人进门向林峰父母问好，林建国和徐丽开心的很，只是看到还有2个大美女，有点意外。林峰主动为他们介绍。
叔叔，您这手要是开饭店，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我最喜欢这道西红柿辣椒炒黄瓜呀，小姑娘，你的口味倒是和我们小峰一样。席间，江南烟带来的茅台喝完，张琴因为林峰不让他喝酒，便主动开口询问林峰下一步的计划。外贸公司趁着生意还好，我准备卖掉，回头我们注册新公司，转型做投资，专注投初创企业。你的意思是外贸生意要不好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国际局势不稳，总觉得外贸行业后面艰难。未来想要赚大钱，就3个渠道：气运之子就做自媒体，眼光好就做投资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做真正对得起良心的东西。这个听起来有点悬，我顾好自己的小公司就行了。饭后，林峰为众人叫代驾，把人都送走后，儿子，那位江小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妈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那临川 FS 购物中心就是江家的产业，人家家大业大的，不可能看上我这个即将离婚的人。哎呦，宝贝妹妹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哥，我记得你在岷江小区那边有套房子，好像是有，不过那个房子太小了，买了就没住过。那你给我用一下？没问题啊，明天就把房本和密码送过去。不过你要用来干嘛？不会是养男人吧？才没有，我这里住腻了，换个地方住几天不行吗？这样做是不是太刻意了？要不先微信里问问林峰，你们小区租金高不高？我觉得中等偏上，怎么了？我家隔壁最近装修，吵得我休息不好，感觉你那个小区挺安静的，我准备找个房子临时住一段时间。林峰那边没了动静，正当江南烟一味吓到林峰的时候，我把物业和出租房源信息发你了，你直接联系就行。太感动了，男人行动力强，真的很吸引人啊。要是江南烟搬过来，我爸那些奇怪的菜品终于找到受众了。第二天，林峰叫上张琴一起去了一趟工商局，然后告诉张琴关于如何让魏月和季清帆买走他公司的初步方案。你发布一条仅魏月可见的朋友圈，暗示公司融资进展顺利，而我则是邀请江南烟和兰兰吃饭。兰大律师，我想聘请你做我新公司的法律顾问。没有问题，林总很有潜力，我和南烟都相信你。按理说，林峰这样的个人小公司，就算合作，也请不到我这个级别的律师。可是我好怕答应慢了，江南烟会瞪我。江小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去我公司假扮投资人，主要是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符合投资大佬的气质。没问题，我就当你是在夸奖我了。吃好之后，三人来到林峰的办公室，张琴热切地迎上来，又装模作样拍了几张照片，再次发布仅魏月可见的朋友圈，称公司因为融资要打包部分业务出售。而魏月这边，因为苏丽娟的手重新打了石膏，需要人照顾，而魏大丁要出去工作，伺候苏丽娟的工作就落到了魏月和季清帆头上。可季清帆耳机一戴，整天在房间里不是打游戏，就是偷偷在网上聊骚，压根不搭理苏丽娟。魏月只能咬着牙在家照顾苏丽娟。现在他瘫坐在沙发上，机械地刷着手机，突然看见了张琴的朋友圈。对哦，之前林峰说给我们安排工作的，人家要和你离婚了，凭什么还要给你安排工作？你懂什么？万一呢？说着就拿起电话给张琴打了过去。嫂子，林总不在，融资应该还行吧，但我也说不好。你说工作，这恐怕不行。现在正是关键时刻，比较忌讳。不过现在我们公司要打包业务出现。张琴口若悬河，林峰淡定喝茶。电话那边，魏月越听眼神越亮。外贸业务我多少了解一些的，接手就能赚钱。我记得有个月林峰一笔就赚了10几万，他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好的，张琴，我想一下。行，不过你得快点，问这部分业务的人可多了，而且林总现在顾不上这边。魏月兴奋地冲到季清帆的房间，把电话里的事给他说了一遍。也不知道二人怎么商量的，但和林峰预想的一样。晚上9点多的时候，魏月告诉张琴，他愿意买那部分业务。哎呀，嫂子，你来晚了一步，这部分业务刚被别人买走了。什么？张琴，你是不是耍我？嫂子，我哪敢跟你开玩笑啊？不过现在还有个机会，就是花费有点高，但回报更大。你说。投资方要求林总转让部分股份，如果你花钱买下了，你就是股东，等融资下来，月底盈利就能分钱。主要我是没钱，要不那股份就是我的了。股东那不是不用辛辛苦苦做业务，躺着就能分钱？挂断电话，张琴直直地看着林峰。我算是服了你了，能绕这么大个弯。可你说需要100万，魏月他能有那么多钱？他当然没有，用房子抵押最多贷60万，但他是贪心的，一定会选这条路。而我要的是他和季清帆接手整个公司，接下来让他们也体验一下深陷泥潭的滋味。100万，魏月，别想了，我们没有钱了。季清帆，我们这样的人想要大富大贵，就要豁得出去。你去问问我们的房子能不能抵押？你疯了，魏月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季清帆，人这一辈子翻身就在几个瞬间，林峰能做到，我们也能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棒的。魏月把用在林峰身上的手法用来拿捏季清帆，简直不要太容易。做抵押的话，最多60万，因为有贷款。魏月得知，立刻要求和林峰面谈。第二天，林峰带着张琴和会计随便约了个地方跟魏月他们碰面。好歹是谈正事，你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吗？别挑地方，谈正事要紧。林峰，我知道你不是真心想和我离婚的，把公司给我，我们就不离婚了。林峰那么爱我，只要我现在放低姿态，等公司和融资都到手了，就算打官司也要和他离婚。
魏月，你就这么想要公司？你明知道他就是我的心血。林峰，你提出离婚对我有多大伤害？你得补偿我点什么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别说什么继续过下去的话，你想要的话，我60万卖给你就是了。林峰，我说的是把公司给我，我们不离婚。魏月，公司给你，你给我60万。疯子，你疯了！你知道公司融资下来值几百万，绕了这么大一个弯，就是为了让魏月觉得这60万很值。张琴不用再说了，投资方看重的是客源，我在不在都一样。我心意已定，60万公司归你，后续融资我1分不要。他果然还是舍不得我，这个公司我拿定了。魏月很满意，对林峰的那一丝不舍瞬间就抛在了脑后。接下来魏月、季清帆爽快签字，会计线上完成了公司过户。现在大平层是我的，赚钱的公司也是我的，喜欢的人还是我的，哈哈。离开江南烟，我反而有房有公司了。难道说江南烟克我？林总，你的新公司什么时候能好？可要早点喊我上班。安晴是林峰大学的学妹，因为大学时就跟着林峰创业，是林峰的不二心腹。给你放假你还不乐意了？魏月这边接手公司，财务上他肯定信不过你，你找个机会辞职，工资我照常发，你就全当休假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刚到公司门口就听见魏月在训话：你们老板已经把公司卖给我和季总了，以后公司的事我们说了算，你们都做个自我介绍。员工们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没人开口。魏月坐在老板椅上，那叫一个得意。原来当老板是这样的感觉啊，怪不得人人都想自己做老板。看到林峰3人时，他不由得警惕起来。林峰，公司都卖给我了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还有张琴，我不想以后公司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被别人知道。嫂子，外贸业务大部分是客户对接，我留下可以帮忙。你忘记我大学是英语角负责人了吗？还有，别叫我嫂子，我和林峰都要离婚了。魏月，张琴是公司的正式员工，你这是要辞退她吗？张琴，我辞退定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要辞退张琴，记得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给她对应的补偿。如果你不清楚，可以上网查一下。融资的关键时刻，可不要爆出什么负面事件。厉害，主动离职那是没什么赔偿的，被辞退可不一样啊。我给大家都打了个样，至于其他员工怎么选，那就是他们的事了。恨不得魏月也给我来一个辞退。林峰进了办公室，将电脑和保险箱里的所有资料交接给魏月和季清帆，并且列了详细的清单，让2人在上面签字。和公司相关的一切都在这里了，我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你们也都签收了，再出现任何问题都与我无关。季清帆仔细一项项核对后，确认没问题，林峰才离开。手里多了60万，新公司的启动资金又多了一笔，房子和公司前世压在我身上的2座大山，终于都清理掉了，还剩下离婚最后一项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回到小区时，他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正指挥工人搬家。江南烟，多亏了你昨天推给我物业，我顺利入住了，顺利入住我哥自己的房子，嘿嘿。晚上请你吃饭吧，还是去我家吧，你这刚搬过来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等你收拾好了我再来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过去。2人熟稔的就像多年好朋友，林峰觉得今天真是个令人开心的好日子。爸妈，江南烟刚搬过来，我请他来咱们家吃顿饭。什么？江南烟要搬到咱们家来？爸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啊？也是，人家那样的家世，你入赘还差不多。别魔怔了，我和江南烟就是朋友，我先上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我今天把公司卖给魏月和季清帆了，洗个澡，去晦气不行吗？你紧张什么？我又没说啥。林峰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突然听到徐丽的笑声，他突然放慢脚步，傲娇的打开门。林峰，我来了，请进。南烟，过来坐，饭还没好，让你叔叔慢慢做。江南烟把手里的小盒子递给徐丽。阿姨，之前我有个朋友送了我一个发卡，我第一次见您就觉得特别适合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送给你。这是水晶吗？人造水晶，就和玻璃差不多。他这么一说，徐丽就觉得不会贵到哪里去，开开心心收下。走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这里。徐丽拉着江南烟从露台到地下室参观了个遍，连林峰的卧室都没放。看到书房时，江南烟主动说不进去了，这让徐丽对江南烟好感倍增。阿姨，我的家很大，我父亲的家也很大，但我觉得都没有您家里温馨，这种感觉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那以后你多来阿姨家里玩。好。真是大美人，自己儿子的脸也还不错，这2人要是生个女儿，得漂亮到什么程度？吃饭时，徐丽看着坐在一起的2人，越看越满意。南烟，你喜欢拍照吗？要不要一起拍一张照片？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有那个什么拍照羞耻症，你要是不想拍，咱们就不拍。阿姨，我不羞耻。不好意思，我妈她就这样，很喜欢拍照。没事的，我也很喜欢阿姨，也很喜欢你家，氛围特别好。设置好自动拍照，林峰一家4口的第一张照片诞生了。徐丽抱着手机不停地看。阿姨，你也发给我一张吧。好啊，我先加你的微信。饭后，林峰送江南烟回家，出门时拿上花露水，给你喷点，小区里蚊子多。好。江南烟看着林峰低头给自己喷花露水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心跳。我认识林峰也没几天，但总觉得和林峰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从一开始的好奇变成了欣赏，但是现在
但是现在他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我爸妈都是南州的高中老师，他们是彼此的初恋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圈子也比较固定，所以有点过分热情，你不要介意。林峰，你爸爸妈妈很好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很爱你，我很喜欢你家。哎，这画风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江南烟和他想象中的富家千金真的不一样。他努力回想上一世江南烟的情况，但当时的他注意力都在魏月身上。知道江南烟还是因为季清帆，他俩后来结婚了吗？哎，不记得了，只记得 FS 购物中心后来经营不善，闭店了。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？去看几个办公室。办公室吗？我手上倒是有些资源，但还是得他自己决定。那你要是看上的，就找我，我帮你问问。行，你资源多，真需要的话，我不会客气的。林峰，晚安。我看你进去。第一次有男人相处如此守规矩，这氛围真让人舒服啊！季清帆完全不能和林峰相比，魏月迟早会后悔的。林峰回家刚进门，就看见徐丽带着江南烟送的发卡在自拍，林建国在旁参谋。这张好看，媳妇，这发卡很衬你。这可是我儿媳妇送的，小心别碰坏了。这声儿媳妇差点让林峰直接跪地上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呀，你回来了？我都回来好几分钟了。妈，我和江南烟不可能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你和爸别瞎说，回头吓到人家了。好的好的，妈知道了，妈不会吓到南烟的。等林峰上楼后，林建国才小声问徐丽：“媳妇，你真看上江南烟的钱了？”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钱够用就行。我只是觉得南烟人不错，单纯喜欢这孩子。小峰离婚虽然是魏月不地道，但咱孩子毕竟还没真离婚，你可别乱撮合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还坏了人家南烟的名声。你说的也对，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唉，我重生回来可不是为了谈恋爱，也不是为了女人，是为了过不一样的人生的。行了，美好的一天结束了。魏月和季清帆现在可谓是春风得意，在一声声魏总、季总理迷失了自己。从公司出来后，二人又去 FS 购物中心挥霍了一把。安晴说，公司下周会有20万订单到账。月月，你真棒！原来林峰赚钱这么容易啊！不过安晴是林峰带出来的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好。你说的对，可公司财务不是谁都能做的，要不我去学习自己做财务。我看行，你去报班吧。这期间公司的事交给我，你放心。魏月话头一顿，他想自己做财务，也想自己管理公司。你放心，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好朋友，这公司我也是股东，我肯定会好好管理的。你们要饿死我是不是？快去给我做饭！魏月这才想起他和季清帆早上出去，到现在才回来。苏丽娟手不能动，没法自理。魏大丁上班没在家，魏月好心情一下就没了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雇一个保姆吧。要不让我爸别上班了，在家照顾他，我们给他钱。行。我和季清帆现在这样生活，很像夫妻哎。我去弄点喝的，我们慢慢聊。魏月拿来一提啤酒，二人边喝酒边商量公司的事。说着说着，啤酒见底，二人也靠得越来越近，最后滚到一起。什么离婚、出轨，道德全被抛到了一边。住着喜欢的房子，自己当老板，每月收入10几万，还要和喜欢的男人在一起，这样的日子一定要继续下去。没有要暴雷的房子，没有马上就要亏损的公司，没有心不在这里的另一半，人生真美好啊！妈，我去找办公室了。林峰径直来到江对面一个租不出去的旧厂房大院，场地大小、离家远近都很符合他的要求。但他看上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上一世我偶然走到这里晕倒了，被一个姓田的干瘦老头救了。老头就住在这个破厂房里。老头虽然拮据，但还是给他买肉做饭。那是父母去世后他得到的少数照顾，只是不知现在的他在吗？有人吗？没人吗？林峰有点失望，他找了个合适的地方，直接扒上了墙头。嘿，干嘛的？下来，要不我报警了。一个老头正在他背后怒目瞪着他。是田老头，比记忆中年轻很多呢。田大爷，您在这里啊？结果田老头里都不理他，开锁关门，一气呵成。看来还是得先去附近打探一番。原来田老头叫田国富，扛过枪，打过鬼子，有2等功。后来在厂子里看门，没有后代。多年前这个厂的老板离家出意外，厂子垮了，还是他咬牙扛下来，动员工人们把最后的订单做完，自掏腰包发了工资，然后厂子就关门了。这地方虽小，也不是没人打过主意，可都因为田老头没谈成。一个英雄男人的大半辈子浓缩成短短几句话：善良、坚韧、有担当。这样的人，我确实打心眼里佩服，但想要租到这房子，还是得另辟蹊径。林峰去相关部门咨询厂房地址归属，发现竟然是官方资产。接待他的人一听他说要租这个地方，竟直接叫来了领导。你租这个地方要做什么？我准备开个投资公司，投资类型的。哦，投资公司是正规的，不是电信诈骗，也不是虚拟币那些。我已经投资了一家高科技公司。林峰拿出手机里的投资合同，领导这才放下心来。那地方风景好，很多人打过主意。中江地产半年前还想买，有些事需要提前告诉你。铅笔厂老板对国家有贡献，他家出事后是田国富
父做了善后。老领导承诺他在有生之年不动那块地，现在能守承诺的人都调走了，我也快调走了。如果你能答应几个条件，我就做主租给你。林峰也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样的隐情。这位领导能这么多年坚守承诺，也是个人物。我运气真好，但凡晚几天，或许他可能就调走了。好的，您说。第一，不能赶走田国富；第二，不能推倒重建；第三，不能拆掉铅笔厂招牌。就这些，还以为是什么要求呢？您放心，我会维护好原来的风貌，不会改建太多。我是挺佩服田大爷，也会照顾好他，就连院子里的猫都会养着。小伙子，你还知道那几只猫？看来是做足了功课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去见田国富，如果他也没意见，就来找我签合同，给你1天时间，够吗？够，包够的。林峰看到名片，眼神一亮，竟然是齐雨农。上一世他为林川做了很多事，还亲自带着我们出国找客户，可惜公司还是不争气的倒闭了。不过和上一世相比，现在头发还这么多，怪不得一开始没认出来。学长，我被开除了。开除也这么高兴？那是，你猜对了，魏总他要亲自管财务，我就要了 N+2，痛快走人。而且我还听说有个20万订单要出问题，大家都商量着离职呢。正好你休息2天，新公司可以准备起来了。好嘞。魏月的订单要黄掉了，他和季清帆的债务也快爆雷了，我得提前做点准备，防止他反悔离婚。林峰来到中江小区门口蹲守，看到魏月挽着季清帆的胳膊一起去拿快递，看二人亲密的样子和之前做兄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一看就是睡过了。等二人离开，林峰走进驿站，帮我查下快递。没有你的，那估计还没到。哼，现在的小年轻取个快递也要手牵手。对啊，那是刚在这里买房的小夫妻啊，他们是夫妻。没想到都结婚了，还这么腻歪。结不结婚不知道，反正女的叫男的老公了。拿到了他们以夫妻名义生活的第一份证据，不急，以后慢慢炖。爸，我不在家吃饭啊，你们自己吃。好。林峰拿了2瓶临川特产的酒和一些卤肉腊肠，装了一大箱子，才出门前往铅笔厂。林峰推门进去，田国富正坐在小马扎上，拿着手机听小说。怎么又是你，臭小子？田大爷，我见过齐叔叔了。齐雨农。是的，是的。林峰把手里的大箱子放在地上，从里面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。当看到特产酒时，田国富神色明显松动一些。你2次上门还见了齐雨农，怎么他建议你给我多少拆迁款？林峰坐下，将倒满酒的小杯递给田国富。您尝尝，这是我爸做的卤肉。你是哪家地产公司的？田大爷，我不是地产公司的，我准备自己做投资公司，投资高科技产业。那你来我这里看上了什么？这里只是个倒闭的铅笔厂。我就是看上了这个倒闭的铅笔厂，我找大师算过了，芙蓉这个名字忘我，所以我的投资公司准备建在这里，厂里基本不动，只改水电防水，再加几个车位。田大爷，最好你也别动，我给您发工资，给您养老。大师说了，这样忘我。哪里的大师这么不靠谱？我命不好，客人。我命硬，大师说了，就得找您这样的。田大爷，齐局长马上要调走了，我会租下这里，让芙蓉这2个字再发光。田国富拿过酒瓶，自己倒了一杯，仰头一口喝下。他定定地看着林峰，毛头没长齐的小子，可我莫名觉得他这份心不是假的。林峰，你给田叔灌了多少酒？喝醉了怎么签合同？齐局长，我同意林峰租铅笔厂就职了。哦，好，马上就要调到投资规划部门了。老田的事儿现在能解决，也算是有始有终，对得起老领导了。齐雨农在合同上盖上官方的大红章，把合同递给林峰。租金1年15万，租期20年。合同规定，承租期间不得转租，可合理改建。如果被商业征用，赔偿田叔1300万。反正只要有这份承租合同在，想来20年内厂子都是宝座。在这个职位上，我也是为铅笔厂做了最后一件事了。谢谢，谢谢。田国富坐在马扎上，膝盖上卧着一只猫，看着年轻人转来走去，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。田大爷，我计划翻修宿舍楼的上下水和防水，每层加设卫生间，再拆一面墙做车位，院墙也加固一下，大门重新刷一刷，您看行吗？随你吧，租都租了，能留下芙蓉这2个字就够了。林峰，不好意思，我临时出差，我的猫麻烦你爸妈了，回来请你们吃饭。林峰随手拿起手机拍了几张院子和猫的照片发过去，好漂亮，特别像我姥姥家的院子。这是哪里？我的办公室，等你回来玩。好，我喜欢那几棵大树。2人聊了好一会儿后，林峰才放下手机。等等，江南烟不是说他的猫吗？刚才谁也没提。晚上张晴来林峰家里蹭饭，看到沙发上有只大胖橘。咦，疯子，你哪里捡的猫？不是捡的，是南烟，就是上次一起吃饭那位小姐姐，她的猫。啊，不是，江南烟的猫怎么在你这？她不是出差了吗？我接过来照顾几天，反正离得近方便。离得近能有多近？听到林峰说江南烟也搬到了这个小区，张晴整个人都裂开了。张晴呆呆地看着林峰。所以你们已经发展到呼吸同一片空气的程度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就不能是朋友关系吗？行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张晴看着林峰给猫360度
度的拍照，就知道是发给江南烟的。总觉得虽然江南烟不在这了，但整个房子都甜的拉丝，奇了怪了。林峰租来的小别墅里饭香四溢，十分温馨。而中江大平层那边就没这么和谐。魏大丁接受了魏月的提议，在家做饭、打扫、照顾苏丽娟，在家当家庭主妇。魏月每月给他3000块钱。魏月，你现在找个保姆，怎么着也得6、7千，你只给3000也太少了。我和你爸2个人，你至少给1万吧，这都是亲情价了。妈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和爸住我这里，我是不是该收你们房租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为什么住这里？要不是你拿100万买房，不去救你弟弟，我至于住你这里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手会受伤吗？没良心的玩意儿！现在当老板了，不把父母放眼里了是吧？魏月无言以对，吵不过苏丽娟，也没理由反驳，干脆拉着季清帆回了房间。你给我转点钱，我有一笔信用卡，今天得还了。我也没有钱了，你知道的，都被买房掏空了。还有，我们买房的欠款不是下周才还吗？这不是前些天逛街买东西买超额了吗？你知道的，那个时候我正在和林峰吵架，心情很差，一不小心就花多了。花多了？多了多少？不多，也就3万多。3万多，也就。季清帆声音陡然尖锐，看魏月的眼神很是陌生。我都买房当老板了，花点钱怎么了？是你当老板了，你就这么和银行说，看银行会不会免了你的还款。季清帆直接摔门而出，干脆走人。和江南烟在一起的时候不敢发脾气，和魏月在一起还要忍气吞声吗？不可能。我借了那么多钱给季清帆买房子、买公司也拉上他，而且我已经是季清帆的人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如果是林峰，别说3万，就是5万、10万也会替我还，还会请我吃好吃的。魏月感到委屈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不是得到了就都不会被珍惜？几分钟后，他又因怕季清帆误以为他要分手，卑微的把朋友圈删了。明明之前嘻嘻哈哈，不愁吃喝，没有矛盾，可为什么现在要吵架？魏月正抹眼泪呢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魏月女士，我是借贷公司这边，您之前过桥的100万，下周需要还款了。下周还？这不是还没到吗？你催什么催？您别误会，我们提前提醒客户，避免忘记，毕竟违约金很高。放心，我会按时还钱。魏月挂断电话，他意识到必须先偿还过桥贷款，否则刚到手的房子可能不保。就在此时，季清帆打来电话道歉：月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吼你，主要是我们这个月除了欠款，还有房贷和抵押贷款。魏月委屈巴巴，但心里甜甜的，是之前和林峰在一起时完全没有体验过的感觉。于是他声音软了下来：我知道了。月月，你先给我转3000块钱，我有急用，乖。魏月查看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余额，便从公司账户提取了13万。虽然这钱是员工工资，但只要那20万到账，所有问题就解决了。于是他痛快地转了5000给季清帆。摸摸，老婆真好。这才是谈恋爱的感觉，和林峰在一起一点都不刺激。不过我怎么老想起林峰，想他干嘛？不如明天和清帆去逛街。而林峰现在却带着张晴和安晴去了铅笔厂。林峰给安晴转了50万用于改造装修。疯子，你又要走？安晴管钱，我管人，你呢？我去看看我们的金蛋，施工盯紧点，别打扰田大爷和小动物，别弄坏整体环境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去看看我们的金蛋。抱歉，林总，最近研发太忙，还没来得及找新地方。再凑合2周，我给你们找个好地方。原本计划让他们独立办公的，但齐雨农马上成新领导，到时商业环境会更好，青虾科技会成为更大的金蛋。走，我看看你们最近的研究成果。查看了研发进展，林峰就知道他们距离成功不远了。关于发布会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一般来说，在微博上发个帖子，找个场馆，带机器人亮个相吧。你注册一个 DY 官方号，认证后列个发布内容规划给我看，我通过了再发。还有晚上带机器人去广场那边走走。林总，这也太羞耻了吧？羞耻什么？我和你们一起去，这机器人就是你们的孩子，该起个名，拿出去多给人看看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还是很羞耻啊。林峰盯着蔡晓明注册账号写计划，他哪做过这些？在那急得抓耳挠腮，林峰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。等再回神时，照片已经发给江南烟了。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了，不知道回去的航班会不会延迟？你哪一趟航班 ？MS6141。对了，局长还乖吗？没有拆家吧？这是要来接我？哼，万一人家没这个意思呢？林峰也拍了一张天空的照片发去。我的太阳借给你。傍晚，林峰和蔡晓明等人带着机器人去广场测试，确实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蔡晓明之前的忐忑和不自信，一瞬间全都消散。直到机器人没电了，蔡晓明就忙着回去写计划了。林峰查了航班信息，开车去机场接江南烟。他会来吗？毕竟才认识没几天，只是朋友，人家凭什么来接我？可当他出了机场，第一眼就在人群里看到林峰时，心脏还是忍不住狂跳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局长喊我来的。既然你都来接我了，那我就请你吃饭做路费吧。我知道一家私厨，虽然没有你爸爸做饭好吃。老头要是听到你这么说，肯定开心的不得了。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礼物。我来接他，他请客吃饭，我父母帮忙照顾他的猫，他买点礼物表示感谢，都正常吧？咦，江南烟，真的是你啊！我刚刚看着就像你。这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他俩寒暄了2句。短发女孩看了一眼旁边的林峰。好啦，你快和你老公回家吧，我的车来了。还有，你老公真帅。
他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半熟不熟的那种，你不要在意。没事，能被误会成你的另一半，对我来说是生咖啊。小小的尴尬就这么过去了，但也在两人心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。饭后回到小区，江南烟从行李箱里拿出2个盒子。今天有点晚了，你把东西带过去，我明天再去看叔叔阿姨，顺便把局长接回来。林峰拿着盒子回家，一进门就被徐丽看到了。哟，这是什么？给我买的还是给别的女孩子买的？这是江南烟回来给你们带的，别多想啊，人家这是感谢你们照顾局长啊。那岂不是说明天我就要和局长分别了？媳妇，舍不得局长了，要不明天约南烟来家里吃饭，我做几个拿手菜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把猫猫狗狗当孩子，局长就是人家南烟的孩子，大不了把咱们的孩子送给南烟，换局长。明天还是不要让江南烟过来吃饭了，真是越来越过分。他气呼呼上楼，写下新目标，把局长留在家里，把我也留在家里。次日清晨，林峰被安晴的一连串消息震醒。林总，那个20万的订单黄了，听说还有个订单，季清帆不懂走程序就没弄，现在也黄了。您前妻昨天把公司账上的钱都提走了。林总，我请1小时假，我要去公司看热闹。准了。好嘞，我会给您发消息报告进度的。魏月现在手握几万块钱，腰杆又硬了。昨晚季清帆又跟他要了1万5，说是有急用，到现在还没来公司。现在开早会，报告一下你们手里的工作进度。魏总，我要辞职。徐大年听林峰提起过，说是业务员里业绩最好的，因为他会说俄语。说俄语有什么了不起？最近他都没签过订单，工资还拿那么高，这样正好。徐大年是吧？你主动离职，可没有赔偿。我知道的，魏总。魏月痛快同意，当场就结算工资。他转向小美，你说的那个20万的订单打款了吗？魏总，对方说汇率问题不交易了。什么？我现在就指望这笔钱呢，现在告诉我钱没了，汇率问题，我看就是借口，你压根就没有用心跟单。魏总，汇率问题是国际政策问题，与我无关，这锅太大，我背不起。你要是嫌我没本事，就自己把订单搞定呗。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来教训我！你被开除了。可以哦，赔偿金转我一下。凭什么？工作失误还想要赔偿？如果说外部原因也是工作失误，那我就起诉了哦，到时候影响融资了，可别怪我。融资？差点忘了这事，员工少了会影响融资吗？你不给我赔偿，我现在就去相关部门告你。闭嘴！魏月咬牙给小美转了赔偿。小美一下楼就和外面的安晴抱在一起。好姐妹，走，快带我去找林总，我迫不及待要入职新公司了。林总的新公司还没弄呢，怕影响离婚，怎么样？魏月是不是要气死了？算了吧，他还等着融资呢。林峰看完安晴的汇报，和田国富一起坐在小马扎上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田大爷，你相信报应吗？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。孩子，人生还很长的。是啊，重生之后，我本可以选择原谅，可魏月和季清帆伤害我，伤害我的家人，就应该得到报应。这份报应我会亲手施加。安晴带着小美来了，得知徐大年主动离职了，林峰当场给徐大年打电话。林总，跟着您的这2年是我工作最快乐、赚的最多的2年，如果您需要，我肯定愿意来。林峰公司还没成立，但人基本都到位。上一世公司最难的时候，就是他们4个不要工资也跟着我，我没能带他们发家，而这一世我一定要带他们走上人生巅峰。张琴，一会儿徐大年来了，让他和你一起盯着施工。小美，你定个招聘计划，回头交给我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林总，怎么散发着一股恋爱的酸臭味？他不会是要和魏总和好吧？嘿嘿，你们别瞎说，咱们林总这是去见局长。阿姨好，真是的，这出差几天都瘦了，快坐下，一会儿多吃点。林峰看着局长跳到江南烟身上撒娇，江南烟和徐丽讨论着局长，林建国在厨房做饭。林峰下意识的感觉是，这种幸福美的像在做梦。吃饭时，徐丽不停给江南烟夹菜。妈，他吃不了这么多，你把人撑坏了，下次人家不来了。林峰就是这样，总会照顾到一些细小的地方，这样的人谁不心动呢？饭后，林峰照例送江南烟回家。要不要走走？是不是看出我吃撑了？二人就像其他散步的人一样，沿着小区内部小路兜圈。江南烟喜欢这样。明天可以去看看你的新地点吗？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眼光好，正好帮我指点一下装修。好啊，那明天见，晚安，林峰。林峰原本忘记了魏月，手机却弹出一条新闻：中江地产宣布战略调整，旗下房产或将受影响。哦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